中俄意三国抱团公开审判美国，中方连出4拳，美国被打懵了。大家好，我是肖映华。一直以来，美国仗着自己在全球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打压一些国家。如今，随着时间的推移，近日终于有些国家忍不住了，一场撕下美国丑陋嘴脸的好戏在联合国上演。作为本月安理会的轮值主席国，俄罗斯组织了一次高级别辩论。在会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痛批美国和西方，声称他们用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来替代国际法，但其实谁也没有赋予西方能够代表全人类发言的权利。起初对俄罗斯方面的指责，美国代表还试图用俄乌冲突来转移视线，想凸显出俄罗斯组织这次辩论的虚伪。至少美国代表发现俄罗斯不是孤身一人。在做陈述发言的时候，中国代表直接给出了4点建议：坚决捍卫联合国宪章的权威，保障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抵制违反国际法的单边制裁，尤其是反对美国等个别国家企图从维护霸权地位、技术垄断等角度出发，在安理会授权之外进行单边制裁。中国希望以和平友好的方式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相处，包括美国在内，所以以往很少在公众场合点名一个国家，但很显然中国已经失去了耐心，自然就不是某些外国媒体所歪曲的那样，说什么是因为中俄关系好，中国才这么做的。美国对中国的敌意在持续的增强，这一点从近来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活跃程度就足以看出。哪怕是国内经济危机，俄乌冲突仍然在继续，拜登政府也不忘继续针对中国，甚至有意转移重心放在台海问题上。台海问题触及中国底线，中国在该问题上绝对不会后退一步。这番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与霸权主义，只能说美国一系列的做法在今天已经到了无法再忍的地步。事实上，这次在联合国点名批评美国的还有伊朗。与中俄一样，伊朗代表在发言中也表示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美国胁迫他国并蔑视国际组织的行为，严重破坏了联合国的体系。众所周知，伊朗长期受到美国的打压，至少现在美国也没打算放弃对伊朗的制裁，甚至想要通过制造伊朗与中东地区国家之间的矛盾来维护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和影响力。总而言之，美国的所作所为逼得中俄意不得不把拳头握在一起。美国不是一直都在忌惮中俄走在一起吗？现在不仅中俄走在一起，还加上了一个伊朗。如果美国不是忌惮伊朗，也不会多年以来一直不放过伊朗。更何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伊朗的强硬跟俄罗斯可有一拼。所以当美国霸权被公开拿出来一起指责的时候，美国的脸色能好看吗？单单中方代表提出的4点建议就足以把美国给敲懵，更别提还有俄罗斯和伊朗。时代不一样了，有中俄意带头，其他国家敢怒不敢言，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美国再想寻求霸权地位已经不太容易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